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的这套来自 Mobile Legends 现货了有一段时间的 Gameverse 游戏系列里面尼克弗瑞和这边的惩罚者。这个套装早在大概半年之前的这个发布会上就以 teasing 或者说小彩蛋的形式跟大家去见面了。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套装喜欢的人应该是非常多，没想到呢，实际的出货量也非常大。目前你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呢，我估计这个套装拼多多券后砍下来可能都不到300块钱了我也是含泪去补了款，但是毕竟能够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如果说你再入一套或者说去做一些这种细枝末节的改造或者说重涂的话，我觉得这一套还是非常有入手，非常值得入手的，因为里面的配件也好，还是头雕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两个角色，一边是尼克弗瑞，另外一边是惩罚者，在漫画线里面都是比较有人气的，只不过这次是以游戏的形式、游戏的配色以及这个游戏的包装的形式去发售，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套的这个期待度到底如何呢？内容方面，其实一开始呢就是琳琅满目的，无论是枪械、弹药，还是爆炸的特效件以及一些棍棒，虽然大部分的零件都出现过，但是放在一个套装里，我觉得还是比较值的。然后看到两侧呢，一边是尼克弗瑞的这个游戏的这样一个剪影图，然后另外一边是我们的伐叔。这个伐叔看起来呢，还是制服方面应该是黑黑的，但没想到呢，它还是以这个偏蓝的颜色去进行的还原。那两边呢都是像素的这种风格，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看的。小时候呢也只能挂眼科看别人玩，但自己没有玩过。不过呢，能拥有这两个造型还是 OK 的。那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吧。好的，这个套件里面两位帅气的大叔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首先呢，这两个素体应该是用了非常多以前曾经见到过的零件，当然这一点呢我也不太意外，毕竟无论是这边的惩罚者还是另外一侧的尼克弗瑞，他们都经过了无数次的迭代和重置啊。那这次的这个惩罚者的素体呢，跟上一波的双人套惩罚者和刽子手的那个黑色紧身衣的素体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在装备上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优化。这次呢的惩罚者呢，我们直接来看这次的这个素体形象啊，还是一个偏紧身衣的感觉没有了这个胸前的战术铠甲，但是呢有的是这个非常经典的惩罚者的骷髅涂装，包括呢这个腰带上面的弹夹也是软胶零件，那不会影响到它的弯腰挺胸。那顺带一提呢，这次的惩罚者依旧是跟上一波一样，是一个类似于蜘蛛侠的素体，虽然说ABS 硬素的部分和这个 PVC 软素的部分呢有一定程度的色差，但是呢我觉得一般情况下肉眼来看的话，加一些滤镜还好没有说那么的明显，但是在我的这个镜头面前，你会明显的感觉到硬塑料部分颜色会偏深一些，瑕不掩瑜吧。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它的这个素体呢，上半身还是这个旋转关节，然后 T 字的这个折腰关节是放在髋关节的这个部分，所以说上半身的部分是承接了所有的这个旋转和扭动的功能，我觉得算是比较灵活的。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也算是惩罚者目前来看最强的这个素体了，所以说素体表现我觉得是 OK 的，10分满分。然后剩下的部分呢，该有的这个可动都有。那接下来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部分，就是头雕。这一次的头雕呢，默认的头是这一颗严肃的头雕。那首先呢，这个大背头梳的是非常的整齐，然后眼神方面呢，就是怒目圆睁的那种感觉。嘴唇方面也没有说特别的肉，整体的这个头雕的把控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觉得这次的这个虎茶，它颗粒度呢会更加细小一些。当然呢，这次的这个头雕和之前的那款惩罚者相比起来，我觉得少了一丝肃杀的这种气息，但是多的是一种就是游戏或者说更2D 感的这种风格。那我们来换一下另外一颗头雕。另外一个头雕呢，不出所料还是这个伐叔，可能确实是天太冷了，这个头雕是真的难装。装上去之后呢，这个龇牙头我个人觉得表现还是相当之不错的，尤其是呢这个刘海散下来一点点，然后同时呢看到这个
眼神方面，涂装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首先呢，反正我相信90%的朋友，这个套装里面都是冲着法叔本尊来的啊。这边的尼克弗瑞仿佛是一个搭子，但是玩过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法叔这一套呢身上没有什么太多新规的点，主要是一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这样一个素体。那么这个角色呢，我觉得反正十有八九后续还会再继续的重置优化，毕竟在曾经法叔还是一个非常老套的素体的时候呢，它就出了 N 个版本，对吧？那这么高人气的这个角色，后续呢肯定还会有更新的这个皮肤佐以这个最新的这个素体，然后去进行一个优化重置，那么就放到一边去。待会儿跟尼克弗瑞一起看一下这一包，一共有多少把枪啊，还有他们的这个手机配件到底如何。那接下来呢，看完2个头雕之后呢，我们来看这次的另外一款角色。那神盾局的局长尼克弗瑞这款角色呢，相比起神盾局3人套来说，它算是换了一个比较偏战斗型的变装的感觉。上半身、下半身呢，其实该有的这个靴子啊，还有这个腿型啊，零件都是跟之前一样的，只不过呢是在躯干的部分换成了一个类似于高领毛衣的这样的一个新规零件。然后同时呢，胸口这个部分呢有衣服的褶皱，包括袖子的这个褶皱，应该都是利用了一些就是新规零件去进行的呈现。整体的观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很喜欢这一套所搭载的这个腰带，还有这个背挂的这个部分。这个背挂的部分呢，还是跟之前一样啊，就是可以取下来，但是呢会比较麻烦，你需要一些耐心啊，才能把它从这个身上给抠下来。但是并不是说抠下来就完事了，你抠下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肩部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的孔洞的。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拿去 DIY 的话呢，可能还是得动一些小手术啊，去做一点点切割。那这边扒下来之后呢，如果你想拥有一个完整的素体，最好还是拿 AV 布涂去把这个地方填补一下，然后涂个色。反正也是一个 DIY 的小思路吧。其他部分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背带上面的一些纹理细节呢，都是有做出来的。这一点呢，我是觉得近2年的 Mobile Legends 在这种纹理刻画上是逐渐在赶超麦克法兰，算是美系玩具里面这种大产量的这个厂牌里面在做这种细微细节的这个部分，在做这个技术革新的一个典型。但是呢，它现在玩具也是越卖越贵。如果不是说有其他的这个平台呢，它把这个最后现货的这个价格打下来，我觉得这个套装发售价格还是挺贵的。那毕竟发售价格里面平均一只大概是要接近200块钱嘛。那现在呢，2只加在一起可能券钱才300出头的样子，我觉得是比较划算的。那这边的这个尼克弗瑞呢，嘴巴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啊，应该是对应这里面的这个雪茄配件啊，但是怎么说呢，我这边怎么就没看到这个雪茄配件呢？非常的疑惑啊。真的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是有一个豁口的样子，仿佛是可以插一个雪茄在里面，但是就是没有给这个配件，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中奖了。仔细检查了一下这个吸塑包装之后呢，也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零部件，非常的疑惑啊！不知道大家到手之后都是什么样子呢？或许呢可以直接拿一个烟雾特效键去进行这个，反正就意思一下吧。那身上呢可以挂载枪械的部分，两者呢都可以挂载一把手枪。这边呢枪械都采取了这个黑色和灰色的这个区分。那我像就是理所当然的，灰色部分呢就属于惩罚者，然后黑色部分属于尼克弗瑞，然后爆炸特效键咱们都见过了，然后这边所有的这个枪械包括棍棒呢都是见怪不怪。说实话呢，两者的这个手型呢其实是完全一样的配置，握拳手型一对，然后指挥手一只，开掌手的一只，然后呢握枪手型一对，就仅此而已了。手型配备的话，我觉得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就是反正配备的都是挺齐全的。那作为喜欢这种兵人系的这个玩家，我觉得这个套装呢是非常适合去改造的。你甚至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一对类似于 G.I. Joe 的这个兵人套装。喜欢收集角色的朋友呢，我觉得这两个角色，然后3个头雕呢，都可以套用在以前的这个素体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惩罚者的这个素体呢，我是觉得相当推荐，反正是类似于蜘蛛侠的可动，然后该有的都有，除了没有这个脚尖以及髋关节的下拉。尼克弗瑞的这个素体呢就偏老成一点了，但是该有的这个蝴蝶关节也是有的。
就是比较老式的转腰断腰型的转腰，只不过这个切口的不是特别明显。然后胸腰关节呢是传统的这个 T 字关节，在这种毛衣的这个切割下也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碍眼。下半身的部分都是非常正常的，腿部都有旋转，脚部有接地，而且不会太过于松软，整个素体呢都是非常紧实的。这个套装呢，目前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售价呢可能还在300出头，但是呢，这个套装会不会像之前的惩罚者和刽子手一样跌落到300以内啊，变成一个超级白菜价格呢？这一点呢，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呢，喜欢大家就冲一波，不喜欢的话呢，再观望观望，或者说等一个好价吧。那今天保安分享就到这边，我是头羊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